于朦胧走了，但对真相的追问没有停，反而更猛烈。1个月过去，全球超过53万人联署要求查明真相。可就在同一时间，资本市场上演一场荒诞戏码，芒果超媒股价暴跌，主持人李湘被曝砸7亿护盘，民众炸锅，钱在护盘，谁来护人？就在那几天，北京突然下雪，比往年早了整整40天。人们说这不是巧合，而是天意在替无辜者鸣不平。有人抬头望天，说了一句古老的话：天上在飘雪，窦娥冤。微博在清空，舆论在降温，记忆在被删除，可是真相却在全球蔓延。这不是一场娱乐风暴，而是一次全民对冷血和谎言的反击。于朦胧生前签约公司天娱传媒的母公司芒果超媒，日前股价连续多天暴跌，网民们弹冠相庆，兴奋于民间的抵制效果显现。最新网上传出消息，主持人李湘控股的长沙丽美为芒果护盘，买入了7亿元人民币。消息一出，李湘的评论区瞬间就炸了。那么李湘是何许人也？他和天娱传媒是怎么样的关系？天娱传媒是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芒果超媒则隶属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也就是湖南广电系统的资本主体。这是一个庞大的政商娱乐复合体，涵盖湖南卫视、芒果 TV、天娱传媒、芒果影业等多个子板块。李湘正是这个体系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湘1976年2月出生于湖南，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和主持艺术专业，后来在长江商学院完成 EMBA 课程。1997年，他加入湖南卫视主持《快乐大本营》，成为中国电视综艺新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此后，他长期和湖南广电体系合作，主持并制作了《玫瑰之约》《一呼百应》《名人堂》等节目，也投资影视和综艺项目，被视为芒果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职业生涯中，李湘同时涉足商业投资和影视制作领域，他名下的企业涉及文化、电商和美妆产业。他的职业轨迹几乎跟湖南卫视和芒果超媒的发展同步，被外界视为芒果系内部生态的重要一环。因此，当网络爆出长沙丽美砸7亿护盘芒果超媒的传闻时，舆论立即炸锅，因为李湘和芒果系统之间的关联确实紧密。根据市场传言，长沙丽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10月中旬入场买入芒果超媒股票，试图为暴跌的股价护盘。但这项说法目前没有经过任何权威财经媒体、上市公司公告或官方企业信用资料的确认。根据芒果超媒2024年年报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前10大股东名单，并没有出现李湘或长沙丽美的名字，同时也没有任何临时公告或交易所文件披露这笔大额增持行为。因此，从监管角度而言，这项7亿护盘的说法目前属于未经证实的市场传闻。不过，即便没有官方公告，网友的怒火早已点燃。有人骂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财不配位、必有殃灾；也有人说他在芒果系多年，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这次出手是在护自己的生态位；也有人说他家里军方背景都是蛇鼠一窝，离为魍魉，他也不过护自己的投资而已，他也是大股东之一。根据数据，从10月9号11长假结束后，芒果超媒的股价就连续暴跌，10月9号和10号2天就分别暴跌了 6.68% 和 5.12%， 市值蒸发了 76.7亿人民币。到10月15号，股价累计下跌了近 13%。虽然中途多次有大宗资金入场为它护盘，但始终无法扭转股价下跌的趋势。主力资金和游资都在疯狂逃命，光是9月份，股东户数就减少了 1.54 万户。你看，这起事件已经从一开始对潜规则的猜疑，演变成一场民众对抗庞大国有资本结构的战争。不过，李湘砸7亿护盘芒果超媒的说法，目前还仅限于网络传闻，没有经过任何权威财经媒体、上市公司公告或官方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确认。在资本市场角力的同时，线下的抗议和线上的联署也在全球展开。就在10月19号，这股怒火烧到了美国，有美国华人在纽约的杜飞广场举行了声援活动。
他们在现场展示了于朦胧的大幅照片，上面就写着为于朦胧讨公道。同时，在 Avaaz 平台上的全球联署要求真相的签名，目前已经超过了53万人，大家都在提出同一个诉求：我们不要官方那套迅速排除刑事嫌疑的说法，我们要真相。因为民间的传言实在太可怕了。传言指出，于朦胧是因为反抗权贵的潜规则才遭到报复。随着网络上流出一些疑似相关的影像，甚至有人说听到了他遭受极端对待过程中的呼喊声，这让网友们合理怀疑此案并非单纯意外或个人轻生。所以，当北京的官方账号平安北京还在发微博时，底下的网友都在嘲讽。有网友在 X 平台发帖，呼吁平安北京应该去掉平安这2个字。这位网友说，没有安全感，没有公正回应，没有真相，谈什么平安？百姓要的不是漂亮的口号，要的是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公义。别再拿平安2字掩盖冷漠和沉默，这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如果说资本和抗议是硬的对抗，那接下来这件事就让人感到一种软的但更刺骨的含义。有粉丝发现，于朦胧生前把他的个人微博设定成了仅半年可见，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功能，就是自动隐藏超过半年的动态。在他离世后，这项设定没有人去更改，所以这个自动隐藏的机制还在持续运作，这导致他留在微博上的照片、贴文正在一条条的消失。粉丝统计，他的相册从9月中旬的96张照片到10月17号只剩下80张了。这意味着什么？再过不久，预估半年后，他微博上的所有痕迹可能会被全部清空。这个发现让粉丝们彻底心碎了。有网友说，像是在跟朦胧倒数说再见，到最后连你存在过的痕迹也一点不剩。粉丝们现在疯狂地备份他的照片和贴文，同时也涌入于朦胧工作室的账号，呼吁他们解除这个设定。粉丝说，请不要删除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一些回忆。朦胧走了，微博不能再消失啊！但是截止到目前，工作室没有任何回应。更讽刺的是，于朦胧离世后，他的微博粉丝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2600万涨到了将近2800万。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想认识他、悼念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过去被系统一点点抹去。这简直像是一种数位上的2次消失。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个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者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个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花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食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在这些现实的抗争之外，还发生了一些很悬的事。10月18号、19号，中国北京突然降雪了，这比北京往年的平均初雪日11月29号整整提早了40天左右。有在北京待了10几年的网友说，真的没遇到过10月下雪的。这个离奇的现象立刻让中国网友们联想到了于朦胧。他们想起于朦胧9月11号离世后，
北京在9月13号就降下了像鸽蛋一样大的冰雹，这次又提前40天降雪。很多人马上想到了中国的传统剧目《窦娥冤》，6月飞雪，就是天有异象，必有冤屈。网友们悲愤地说，这连老天爷都在感叹于朦胧冤事，在为他发声。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聊一聊，你觉得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冥冥中真的有什么力量在回应人们的愤怒？而在天象之外，台湾这边的举动也意外地在对岸引发了舆论哗然。10月17号，在台湾新北市的板桥举办了一场长达5-6个小时的道儿朦胧安宁收魂法会，主办人是资深经纪人孙德荣，他是于朦胧的启蒙恩师。孙德荣自称于父，把于朦胧视为自己的孩子。这场法会全程在 YouTube 上直播，当网友把视频转回大陆后，大陆的整个舆论都沸腾了。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大陆网友的留言。国内那些鼓吹大陆台湾仇视论的人怎么不说话了？我们的同胞出事了，台湾人却给他办超度。再看看大陆，连求真相的留言都被删除。这次我站台湾，台湾太顶了，谢谢台湾人民，因为于朦胧，内陆和台湾人民此时无比齐心。感谢孙爸爸操办法会，感谢所有为朦胧搏一次天亮的善良战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中共常年操作仇台论，但在这起事件上，台湾展现出的人性关怀瞬间穿透了那道防火墙，让两岸人的心站到了一起。这也呼应了另一条新闻，在那场法会的直播中，有近100万网友说，他们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了一声嗨，很多人都说那就是他。于朦胧的事件也撕开了中国演艺圈那层光鲜亮丽的表皮，露出了底下令人窒息的恐惧。现在外界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中国大陆的顶流男星，像是肖战、王一博，他们平时去参加那种黄稠交错的宴会，几乎不喝活动方提供的饮料，而是随时自带保温杯。在之前的大湾区晚会上，肖战就被拍到手上拿着一个白色的保温杯，去跟旁边的容祖儿碰杯。他进场时就拎着，跟大佬握手时也拿着，这不是第一次，多年来他都有这个习惯。王一博也是一样，随手拿出保温杯跟朋友碰杯。还有刘宇宁也是去哪都自己带水。为什么？以前有人说是为了代言，但在于朦胧事件爆发后，网友们都看懂了，还防止下药啊，防被下药才真，怕被下药，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就对。于朦胧喝的水酒都被放药，这不是空穴来风。很多网友都提到了歌坛巨星王杰的经历。王杰在事业高峰期，就是因为喝了有人递来的一杯饮料，嗓子就毁了。而肖战自己更是有过亲身经历。2016年，肖战和队友彭楚月录一个综艺节目，彭楚月帮肖战试吃超辣的火鸡面，辣到不行，随手拿起旁边一瓶牛奶就喝。他喝了第一口就觉得不对劲，肖战也闻到味道不对，但节目组坚称是正常牛奶，彭楚月就喝了下去，结果很快身体不适，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洗胃。后来才知道，那瓶子里装的根本不是牛奶，是白油漆。如果当初喝下那瓶油漆的是肖战，他可能就彻底告别演艺圈了。从那之后，肖战就对外面提供的酒水变得非常小心。除了自带水，还有男星龚俊，他被爆料很不喜欢跟剧组聚餐。他曾经和于朦胧案的嫌疑人宋伊人合作过，宋伊人说叫他8次才去1次。网友们都说大陆演艺圈太可怕了，处处是陷阱，所有明星都知道外表光鲜，内里是邪恶无比，防不胜防，所以只能自己保护好自己了，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环境。聊到这里，我们必须把视角拉高。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在10月17号的记者会上就被问到了于朦胧事件，他的回应一针见血。罗文嘉说，这类事件不管是宗教问题还是器官摘除事件，反映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结构，这个结构指向一个不是民主而是专政的体制。他说，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所有部门和活动
都不可能像民主国家一样享有人权保障和充分自由。这种体制问题导致社会风气普遍压抑，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控制的对象。所以他提醒台湾艺人或国人，如果要去中国发展，必须充分评估风险，到不民主的集权国家里头都要分外格外的小心。罗文嘉说，中国的市场不是自由运作的市场，风险完全不一样。在那个结构下，任何个人或企业随时都可能被政治力量操控，他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要你怎么样就不一样。而且中共善于把各种领域都变成统战工具，无论是台商、年轻人、宗教团体还是艺人，都可能被当作政治筹码。罗文嘉的总结很好，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只是单一事件，而是一整个制度性的现象。这就带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既然中国那么危险，那去那里发展的台湾艺人安全吗？时政节目主持人唐浩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坦言，一般的权色交易或是钱色交易，台湾艺人也可能遇到，但是像于朦胧那样复杂且严重的迫害事件，台湾艺人遭遇的几率基本上不太可能。为什么？唐浩提出了几个关键原因。第一，中共高层权贵普遍不把台湾人当自己人，他们在搞那些不法勾当时，反而会刻意回避台湾人，专门欺负自己人，因为他们担心秘密外泄。第二，台湾艺人多在自由社会长大，不容易屈服于那种党文化或权威压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台湾艺人遭遇不公，媒体一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会严重耽误中共对台湾的和平统战。第四，台湾艺人的家人多在台湾，中共很难跨海威胁。所以唐浩认为，台湾的民主社会新闻自由反而成了台湾艺人在中国发展的隐形护身符。但他最后也提出了一个最沉重的警告，他说，这个护身符是有前提的，如果有一天台湾失守了，当台湾人也变成中共的自己人，那所有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于朦胧。我们回头看于朦胧的故事，有网友在 Threads 上写下了一段很感性的话。他说，于朦胧的故事告诉他，这辈子没有什么不可能了，没有什么不可能会爱上一个已离开的人，没有什么不可能会爱上一个未亲眼见过的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世上真的有人品、外貌、修养与才华兼具于一身，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有人即使在承受痛苦时，仍能选择善待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37岁男星的离世会引发如此巨大的风暴，因为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干净的、有风骨的美好，而这种美好却被一个最肮脏、最专制的体制用最残酷的方式碾碎了。一个网友说得好，这一次90%是路人，是群体性的愤怒，群体性心脉受损，偏偏是一个干干净净、言之有物、有思想、有修养、铁骨铮铮的好人。想要逝者安息的前提是他真的是好走的，如果不是，把真相告诉大家。现在这个体制正试图用各种方式让它消失，在股市上护盘，在微博上让它自动清空，在现实中压制所有求真相的声音。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纽约、在台湾、在网络上用行动证明我们拒绝遗忘。只要我们还在问，还在说，还在传播，真相就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你对于李湘7亿护盘的动作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那股保温杯的恐惧反映了什么样的生态？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